Hello，大家好，我是谭立人，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播客节目。最近进入夏天了，想先祝大家夏天快乐。大家最近还好吗？我对夏天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首先呢，我非常的怕热，我很讨厌大太阳晒在皮肤上的感觉。我是那种经常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还要穿宽松的长袖的那种人，怪人。另外一方面呢，夏天它好像又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片段。记忆中的夏天总有很多离别和重逢，这个季节阳光会把影子拉得很长，我们好像掉进了一个章节和另一个章节的缝隙。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刚刚结束高考，或者正要毕业，正准备换城市，准备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很多的故事发生在夏天，离开家的夏天，第一次去远方的夏天，喜欢上某个人的夏天，还有那些当时并不知道意义，很多年以后却反复想起来的那个夏天。这期节目我想来聊一聊人生体验这件事。如果说人生在世做什么最值得，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去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撒下更多体验的种子，他们会变成经验，变成回忆，变成谈资，变成感悟，他们会一再的在我们未来的人生里滋养我们。所以当我做决定的时候，犹豫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这个选择会不会丰富我的人生体验。当我用这个标准去看问题的时候，就会豁然开朗。当然，经验会复利，体验会增值，都没错。但我并不是想讲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我并不是只是想要鼓励大家去更多的经历，更多的体验，积攒更多美好的回忆。我真正感兴趣的，以及想讨论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人生很多重要的东西，它都不是及时结算的。为什么有些经历当时看起来没有用，后来呢，却会以一种很漫长的方式回到我们身上？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你做了一件事情，你明明也很认真，你也很投入，可是过了很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读了一本书，没有立刻变聪明，开始健身了1个月了都没有看到任何变化。比如说坚持做了几期播客，播放量怎么那么少？付出了一段感情，最后也无奈的分开了。你会不会在心里问自己，我做的这些到底有什么用？我也经常会不自觉的这样去想问题。我想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结果导向的时代，很多外部的环境培养我们这样快速的想要结果的心理。比如说短视频3秒钟就要有爆点，点个外卖半个小时就要送达，所以我们会下意识的期待做的任何事情它最好都能导向一点什么好的结果吧，要么对赚钱有帮助，要么对自我成长有帮助。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无用功，但是它会带来一个不好的思维模式，就是我们会越来越习惯用结果来判断一切。我们被训练成一种及时结算的动物，我们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模式，付出然后拿到回报，付钱下单然后收货，就是这个链路非常的直接，然后最好也非常的快。一旦它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不够好。我发现我收到很多大家的留言和私信啊，有一部分问题都长得很像，归纳起来都是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怕走弯路浪费生命。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种焦虑，就是我们太想提前知道结果了。我们希望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就能确认这条路它一定通向哪里，希望我们在投入的时候，投入时间，投入情感，投入金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未来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能换取什么。然后我们希望人生它像一道题目，永远都有一个最优解。但是我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其实就来自于我最近的一个感悟。我想说的是，人生很多最重要的东西，它恰恰都不是这样运作的。阅读、旅行、友情、爱情、审美、创作，全部都是延迟兑现的。就好像如果我今天问你，如果把今天的你拆开，你的审美从哪里来？你的勇气从哪里来？你的表达能力，你的世界观，你的温柔，你的孤独，他们都从哪里来的？我想或许答案不在今天，不在此时此刻，
而是在很多年里那些看似无用的经验累积里。有一天回头看，你会发现很多真正改变我们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都很普通。比如一次偶然的相遇，一本书当时读得似懂非懂，一个看起来不太明智的决定，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当下的你很难判断它的重要性，甚至很多的时候，它当时看起来没有任何价值。可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有一天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些时刻开始生长出来的。所以我越来越相信，人生里很多珍贵的东西都有很长的账期，人生体验真的会在后来支付利息。不过不是今天存，明天就能取，不是做了 A 马上就能得到 B， 也不是承诺所有的努力都会兑换成结果。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故事，一些当时只道是寻常，很多年后却越发珍贵的瞬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最终成为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所有经历留下来的总和。熟悉我的朋友会知道，我在24岁的时候做了人生中一个很大的决定，裸辞去英国留学。走之前呢，无数人跟我说，你疯了吗？花那么多钱回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这笔账好像怎么算都不划算。我当时其实也算不清这笔账，我只是隐隐的觉得，如果不去，我会后悔。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跟 AI 聊了很久关于人生体验这件事。我希望它能帮我梳理哪些经历真正的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回头看，觉得当时做对了的事情，他们到底都对在了哪里？ AI 在引导我思考的这个过程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问我，如果没有去英国，今天的谭丽人会是什么样的？我当时一下就陷入了回忆里。其实我是那种平常很爱幻想的人，我也经常会想，在人生的某个十字路口，如果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我是不是就会过上不一样的人生？但是我发现我通常想的都是，如果我当时做了哪件事，现在的我会不会不一样？但是我很少想过，如果我当时没有做哪件事，我现在会是什么样？然后我就开始想如果当时真的没有去英国，可能会有这么几种可能。要么我就是仍然在深圳做着乘务员的工作，可能已经买了房，在还着房贷，过着一种稳定、重复、不好不坏的生活。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可能会在国内自媒体最火热的阶段入场，开始做自媒体，抓到一些红利，赚到一些快钱。但是也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就迎来了增长的瓶颈和新的迷茫，因为毕竟人生就是曲线嘛，只是说它到底是比较平稳一点，还是波动大一点、小一点。这些平行世界好像都不算坏，甚至有些版本听起来可能很刺激，但是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出现了。我想，如果我没去，最让我遗憾的一定不是错过什么具体的风景，或者是学历，或者是机会，而是我曾经那么想去，那么后来到底是什么让我说服了自己没去呢？我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如果我最终没去，说明我的勇气还是败了，一次败了，后来很难会再有。如果去了，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敢的人；如果没去，我可能一直会怀疑我是不是那个不敢的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回想起来，这并不是辞不辞职、留不留学的分水岭，而是我对自我想象的分水岭。因为你要说从哪一刻开始，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从哪一刻开始，我相信自己可以创造生活，从哪一刻开始，我相信我可以离开原来的轨道，这些所有的追问其实都能追溯到某一个起点，这些相信才是最昂贵的利息。因为人生里有些东西一旦败给了恐惧，后面很难再有同样的机会。最可惜的也不是说错过什么机会，而是人的心气它其实是会慢慢消失的。当时的我的确也非常的害怕，当时我只在电影里看过英国，我竟然就敢痴心妄想去英国读书了。所以当时总会有人提醒我，这是一笔亏本的买卖，你再回来社会还会要你吗？职场还会要你吗？你确定你能赚回留学花的钱吗？
这些问题也非常的现实，花几十万你要多少年的工资才能赚回来？你要多高的工资才能赚回来？到现在也是，每次我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都会有人评论说，还不是因为你有钱你才有选择。很多人都会先想到那要花很多钱，都会先想到那些花销，那些损失。这是没错，因为当时我也这样，我反复的算账，学费、生活费、签证费，这个费那个费，这笔账越算让我越恐惧，现实几乎就要把我劝退了。现在回头看，我能看到一个认知改变的曲线，就是人在行动之前，你能大概算清你的付出，但是其实你永远都算不清回报。不要忘了，上帝是个好编剧，他可比你有想象力多了。好在当时呢，那种对远方的向往还是打败了恐惧。后来我贷款加上没有多少的积蓄，凑了30万。即使是这样，30万想在伦敦读硕士，仍然像是天方夜谭。但我还是出发了。这一年有很多困难的时刻。读书以外呢，我还要打工。我从这一年开始疯狂的脱发，前所未有的焦虑，以及那种你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孤独，因为这就是你选的呀，别人都让你不要选，你非要这样选，你还能向谁诉苦呢？这一年过得飞快，毕业了，我更加迷茫了。这段经历没有给我一个清晰的职业方向，也没有让我变成一个更成功的人。预算不足的异乡生活带来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拮据、孤独、自我怀疑。你感觉自己被这个世界不断的摩擦碰撞，伤痕累累的自己。可是很多年以后，我越来越确定，那段经历真正支付给我的利息是勇气。这件事后来影响了我很多选择。一个人但凡在年轻的时候离开过自己熟悉的环境，只身的去过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重新开始，在某段时间里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撑下来，这其中的苦与乐只有他自己知道，半夜流过的眼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打怪升级所带来的那种自我的壮大和扩张，以及它所带来的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是会在未来反复的反哺自己的。这些都是你出发前看不见的回报。以后面对新的不确定的时候，我的心里会多了一层东西，那层东西会在你彷徨的时候，在你犹豫的时候，轻轻地告诉你，你以前也害怕过呀，你以前也不是准备好了才出发，你以前也曾经一边怀疑一边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有些经历和体验，它带来最好的收获，并不是它最后终于回报了你一个多么漂亮的结果，而是它改变了你对自己的看法，它让你从此知道你是一个敢的人。然后呢 AI 问了我第二个问题，他说旅行了50多个国家以后，到底什么留下来了？然后我又陷入了沉思。我的护照上收集了很多入境章和贴纸，它们很像我在这个世界里集的邮票，有一些机票被我留下来当做书签。我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在旅行中，硬盘都装满了2-3个。但是说实话，那些照片我现在已经很少回看了，很多地点、很多酒店、很多路上的细节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得模糊。所以我也问自己，到底什么留下来了呢？好像不是具体的去过哪里，也不是朋友圈里那些看起来很精彩的照片。我想真正留下来的是一种说起来很模糊，但是更广大的可能性。还有很多回忆在后来漫长的生活里持续提供的治愈力。说起来，旅行也很花钱啊。在我一开始爱上旅行之前，旅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非常难跨出这一步的事情。因为以前会有一个概念，觉得旅行就是玩，玩就是不务正业，我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赚钱上？好像这些才是有一些人觉得值得花销、值得花时间的地方。那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也是慢慢走、慢慢发现的。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样本很少的环境里，大家的人生好像都有一条差不多的轨道，读书、工作、买房、结婚，最好稳定，最好不要折腾。那当然是一种人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我总觉得自己被放在了一个太小的容器里，我的身体被放在了这里，但是我的灵魂却忍不住总是想往外跑。那是一种很强的错配感，只是当时我并不了解。到我后来真的去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了就是一种所有的事情都在成就你的感觉。出发前我很难想象，我看见冰岛人这样活，法国人这样活，艺术家这样活，自由职业者这样活，背包客这样活，70岁80岁的人这样活，你就会突然发现，原来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它不是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风景，有南半球北半球，有极昼有极夜，这些可能是见识是见闻，但是它真正带给我的触动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种活法。我觉得现代人的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一种固有的想法，就是觉得人生好像只有一条路，不能走错。甚至是你会看见你的父母也是同样一种生活模式走下来的，他们都是到了一个时间点找了一份工作，他们都是到了一个时间点结婚了，他们都是到了一个时间点生了小孩。他们会觉得人生有一点一点的时间点，好像我们要按图索骥。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开始看到开始听到更多的样本，我们开始亲眼见到更多的样本。如果你见过足够多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路，你永远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想这个知道就是旅行了这么多地方以后支付给我的利息。这个知道对20几岁的我来说太重要了。其实所有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容易被我们周围的样本限制。我们会以为我们眼前看到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周遭，这就是人生的全部。你会以为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也只能这样。但是世界一旦变大，人对自己的想象也会变大。我记得自己在很多旅途中都有过一种很安静的感觉。我会记得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风景下，而是可能我靠在车窗上看见窗外变幻的风景，我可能在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之间，原来我可以拥有自己的远方，原来我可以托举自己在路上，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这是我看过世界才更加确定的。这句话听起来很大，甚至有那么一点年轻气盛，但我觉得这个年轻气盛也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它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就像是一种抚慰。只有你曾经生活在一个很局促的环境里，你时常感到自己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时候，你突然间看到一条缝，那条缝里透出光，透出来自远方的风，还有出口，那已经不是旅行逃离什么的，那简直就是一种拯救。于荒诞的重复的消磨人的生活里拯救你的力量。而且旅行留下来的，它并不只是风景和照片，它也会留下很多真实而美好的体验，在后来很多平淡的日常里一次一次的回来。即使我一个人待在狭窄的空间或者工位，或者在生活里遇到一些具体的烦恼，我会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大海、高山、雪地还有荒原，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它会带来一种瞬间的纵深感，好像不管我现在我的肉身被困在了哪一个具体的房间里，但是我的身体里，我的精神里仍然装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我看过世界的辽阔，所以我知道我眼前的事它就不一定是全部。我也知道人生不会永远停留在此刻的局促里。卡夫卡写，一旦想到我不会停泊于此，就会立刻感觉周围汹涌的潮水正托举着自己。我不会停泊于此。我好喜欢这句话，这种确定也是一种人生体验的利息。但讲到这里，我想稍微转一下，因为如果这期节目只讲到这里，好像还是太表面了。其实我很警惕某一种关于成功的分享，因为市面上有太多的经验，它都是事后总结的。你自己做成了，然后你鼓励别人做，可是别人可能做不成，这个责任呢，你又不承担。比如听我说我去留学，然后带来了勇气，
听我去旅行带来了可能性，可能听我说我做播客后来带来了被看见，这样的叙述也当然成立。可是它很容易变成一种成功之后的回望，好像只有那些最终被证明有用的经历才值得我们去经历，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事就能成啊，谁也不能保证别人做了他会得到同样的收获啊，对不对？我也时常会有这样子的反思，所以我想分享的并不是我做了什么然后得到了什么，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就必须去做什么，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一个单一的逻辑。我想分享一种很稀缺的心态，假设它没有回报，你仍然想做的事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我当时之所以决心还是要去做，不顾反对，我当时想的就是说，假如最坏的情况都被他们说中了，我就是花完了几十万，我就是一个贷款的窟窿要填上，我就是面对着要重新找工作，然后工资还比之前低，甚至大半年都找不到工作，我是否仍然愿意停下来1-2年去英国读书？如果我连这样我都愿意，那么这件事就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比如说我去旅游，如果它也就是真的没什么收获，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也不好玩，不好玩就不好玩呗，至少我确认了它不好玩，而不是我听别人说它不好玩，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体验真正好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并不是有所得才值得。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很受启发的访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北大哲学系教授陈乐松的访谈。他讲到一句话，我听完以后很受震撼。他说：入宝山空手而回，有所得否？如果你进入一座宝山，最后空着手出来，这算不算有所得？他的回答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定有所得。如果我不入，我怎么知道那是宝山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入山的时候不一定知道那是宝山，等你回头知道那是宝山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能再入了，但是你仍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宝山的。我见过高峰和我没有见过高峰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空手而回仍然有所得，你会得到遗憾，遗憾有时候会让你记一辈子。这句话在我心里回荡了很久。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没有结果，我们还是庆幸自己去过？你会带着某种遗憾生活，而这种遗憾有时候会成为一个人生命里很深的东西。有时候没有得到也是一种得到，就像没有回答也是一种回答。陈乐松还讲了一个学生婚礼的例子，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他参加过很多学生的婚礼。有一次呢，他说那天雨下得很大，大家都撑着伞，场面很狼狈，很多的细节大概都不太体面，可是那一次却成了他记忆中最深的一场婚礼。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有很多类似的时刻。当我回想到人生体验的时候，我发现最让我难忘的、最让我成长的体验，常常不是我有钱的时候，不是特别体面、特别惬意、人生特别顺遂的时候。很多时候让我难忘的体验，恰恰是局促的、狼狈的，想哭又拼命忍住的，自我怀疑却又强迫自己必须要往前走的那些时刻。好多年前呢，我跟几个朋友在西藏自驾，有一次我们在一条山路上面迷路了，当时夜色就一点点暗下来，我们在山上反复的绕，怎么都走不出去。然后那条山路呢又特别的窄，好几个地方你都感觉窗外就是悬崖，转弯的地方还停着其他的熄火的没有等来救援的车。那种地方是一旦天暗下来，人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白天看起来很绿很辽阔的山，到了夜里它就会变成一种压迫。后来天还没有很黑，我们就决定不再继续开了，必须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可是当时在那个山腰上附近别说酒店了，连房子都看不到几间。最后我们敲开了一个藏民家的门，跟他们讲了我们的情况，他们竟然答应让我们在客房过夜。我们坚持要给钱，最后他们只收了每个人20块钱。那一晚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我第一次住到藏民家。他们家里不是用那种我们平常很熟悉的那种柔软的棉被，
他们是用那种极其厚重的毛毯，有一种浓浓的灰尘和时间的味道。那条毛毯压在我身上的时候特别重，重到让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奇异的安全感。那一天又累又狼狈，但我那天晚上睡得特别的沉。你说那些惊险的旅程，它没有带给我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收获，没有风景照，没有漂亮的酒店，没有精致的体验，它甚至是危险的、未知的。可是那种在陌生的山上迷路，又被陌生人收留的夜晚，它久久的在我的心里。它让我很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有时候会让人害怕，但是可能船到桥头自然直。而且有一些刻骨铭心，常常都来自意外。这就是人生体验某种美妙的地方。你大概率可以规划你的起点和你何时出发，你要带哪些东西，但是你其实规划不出一条清晰的路程和走向。总有不同的因缘也好，命运也好，会把你带到一个你曾经未曾预料到的岔路上。我记得还有一次是好多年前，我在成都住青旅，那间房子是6个人的上下铺，房间里只住了3个人，我还有一对从农村来成都看病的亲兄弟。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可是我一直记得有一个早晨，那天早晨他们起得特别早，然后把我吵醒了。我当时在上铺，我翻了一个身，然后睁开眼，朦朦胧胧的，正好跟那个弟弟对视到。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吵醒你了吧？”他的眼睛特别的亮，一点都没有早起的疲惫。他笑笑说：“只能挂到这么早的号，今天要带哥哥去医院看病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一个年轻人很早起床，带哥哥去大城市看病，他的眼里是满满的希望。那一刻，大城市不是繁华，不是资源，也不是平台，不是赚钱的机会，不是人脉。对他来说，大城市就是希望本身。那个时候我也涉世未深，很多的感受我无法表达，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进行日常的寒暄。我当时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不知道要如何开口祝福对方好运，不知道如何宽慰那些生命中的不幸。现在想来，他们也就30几岁，跟现在的我差不多大。所以你看，有些事它当时只是发生了，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件什么很大的事。而且它发生的时候，你是没有能力理解它的，你也不知道它会留在你身上这么久。你只是经过了那个早晨，经过了那间青旅，经过了那个年轻人明亮的眼睛。很多年以后，当你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某个年纪，当你也经历了亲人生病，去大城市求医，挂号困难，你会忽然重新想起那个清晨，你终于才知道，原来在那一刻曾经给过你一种关于生活的理解。人生很多体验的利息，它并不在当时支付，甚至理解本身都是很多年以后才到账的。接下来我想要来说一种更复杂的利息，就是关系。关系的利息啊，有时候比经历更难说清楚。因为经历也好，事件也好，它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可是人曾经进入过你的生命，它留下来的影响常常很难被清算。你很难说清楚一个人他到底改变了你什么，改变了你多少。可能只是某一句话，某个眼神，某种生活方式，后来呢，却慢慢的进入了你的性格，也进入了你喜欢的东西，进入了你的审美，进入了你表达爱的方式。我以前在播客里讲过，小时候我养过一只小狗，后来它被送走了。这件事其实一直都是我很深的一个伤口。小时候的我本来就觉得自己拥有的很少，那只小狗的出现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种突然降临的巨大的幸福，但是它仍然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巨大的幸福出现又被抽走，它会粘连着带走你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更多的幸福。那只被送走的小狗几乎崩塌式的摧毁过我，
我为他流过很多的眼泪，我无数次回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我在一笼好几只小狗中选中他的样子，那一刻我一定是很开心的。在当下的欣喜中，人是不会知道有一种离别会带着宿命般的痛。别选他，别选他。我不停地跟自己说，如果注定会离别，如果将来会那么痛苦，别选他。当然这是一种很无力的想象，因为时间永远都不会倒退，人也不可能真的回到过去，修改自己任何的选择和决定。我没有能力保护好他，这个伤口没有因为我长大就自动消失，反而像是跟着我一起变大了。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补偿，没有任何后来发生的好事能够完全覆盖掉那种童年时期的无力感。但如果今天我尝试用利息的方式去看待所有的失去，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段关系并不只是留下了痛，它让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理解失去，理解爱里面的那种无力感，也理解一个人保护不了自己心爱之物的时候那种深深的悔恨。这些东西后来进入了我的写作，进入了我的播客，也进入了我看待关系的方式。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安慰，我也不想把痛苦讲成礼物，因为痛苦就是痛苦，失去就是失去。但人很奇怪，很多我们后来最柔软、最敏锐、最能理解别人的部分，常常都是从那个我们自己最深的伤口里长出来的。所以我想，痛苦的关系也会支付利息，只是它支付得很慢，而且代价很高。在面对阶段性的友情，面对人与人的相遇离别的时候，我也常常有类似的感受。那些走散的人当然很可惜，可是很多的时候人离开了，它带来的影响还在，这也是关系中的利息。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朋友，后来可能已经不联系了，淡出了彼此的生活，可是他留下的某句话、某种价值观、某种生活方式，甚至某个喜好，却一直影响着你。我后来回想起我自己爱阅读、爱音乐、爱表达，好像也有过一个很遥远的开始。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女同学，她当时就很爱阅读，她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具体是怎么开始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后来我们会开始写信，在匆忙的课间，我常常无比期待收到她的信。如果比平时的数量要多一页，我就会特别高兴；如果比平时数量少一页，我就会有短暂的失落。我对她印象还很深的一点是，她是一个特别性格潇洒的人，也表现在她不受拘束的一面。就是我们的那个信纸不是一行一行的嘛，但是她通常都是会把3行并作2行写，就是她既有行，但是她的写字又会超出那些行，你会觉得有些东西没有束缚住她。这可能也是隐约的一种性格的写照吧。她比我早熟，她总是鼓励我阅读课外书，也会跟我分享很多当时我并不了解的东西。过了2年，她转学去上海，我那个时候真的好羡慕她，好像上海对一个小地方的孩子来说就是某种更大的世界。再后来高3暑假，我去了上海，我们见了一次面，我忘了那天我们去了哪儿，我只记得最后要离别的时候，他说你等我一下，然后他跑进了一家唱片店里，拿了2张唱片出来送给我，一张是陈绮贞的，一张是窦唯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窦唯那张专辑只有音乐没有唱词，我还想说怎么有人这么奇怪啊。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一封信，一张唱片，一个夏天，最后失联。现在想来特别像人生，好像有些人的出现呢，就是为了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一些伏笔。当时你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只是收下了那张唱片，读完了那封信，走过了那个夏天。直到很多年以后，某个瞬间你重新回头。前几天我又在网上找来听那张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窦唯的专辑，
跨越这么多年，我以为自己凭直觉喜爱的一些东西，原来早有别人留下来的痕迹。原来有些人的影响并不会随着离开而结束。我很喜欢蔡康永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恋爱的纪念物从来就不是那些你送给我的手表和项链，甚至也不是那些甜蜜的短信和合照。恋爱最珍贵的纪念物是你留在我身上的，如同河川留给地形的那些你对我造成的改变。我觉得其实所有重要的关系都是这样，如果两个人最终一定会分开，那相遇的意义是什么？我以前以为关系最大的价值就是陪伴，所以我不肯放手，我觉得我们要继续陪伴。后来我才慢慢发现，真正重要的关系，它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塑造我们。它会改变你的审美，改变你的语言，改变你听的歌，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它总会教会你一点什么，它总会留下一点什么来，在你的身上。有些人后来离开了，有些关系后来结束了，但结束、离开都不代表没有价值，因为关系的利息往往在人离开很久很久以后还在继续支付。我想这就是相遇的意义吧。然后再来说说做播客。做播客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晚我才看懂的利息。我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走到今天。今天你问我，我也完全想不到未来它还会走向哪里。今年对我来说，对我的播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长高峰。然后常常也有朋友来向我取经，这也引起很多我自己的思考吧。我也在想，我做对了什么？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我觉得播客的结果好，不是我的播客做得好，就是说它不是技术层面，或者是我有做播客的能力，而是我过去很多年看似散乱的经历，终于开始一起支付利息。乔布斯说过，你无法预知生活的点滴会在何时串联，只有在回顾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些点已经连成了线。我们当时以为的弯路，后来都成了唯一的捷径。我以前以为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做了很多的无用功，后来才知道，其实很多所谓的弯路，都是在为未来的某个时刻、某个自己准备素材。人生体验的利息，本质就是点与点之间的延迟连接。那些旅行变成了我的尺度，那些阅读变成了我的语言，那些孤独变成了我的感受力，那些窘迫，那些狼狈，都变成了我的谈资。最终的一切，它都能丰满我们。然后说一点我最近的体验，就是做播客，我觉得目前为止给过我最大的利息是什么？不是几十万订阅，这是结果。利息是什么呢？可能是表达能力，可能是因为播客结识了新的朋友，新的工作机会，可能是做完不同的主题之后，我对自己的理解也更深了。这些可能都是利息，但我觉得我得到过的最宝贵的利息，其实是播客肯定了我某种从来未被肯定过的价值。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我很多的犹豫，很多的不配得感，很多的内耗，其实都来自于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因为小时候我们读书的过程，它奖励的是成绩和排名，后来我们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它奖励的是收入晋升。但是做播客这件事情，它奖励我的却是慢、真诚、思考。所以播客其实为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告诉我，原来我身上的这些东西也有它的价值。所以订阅数是结果，被重新定义是它给我的利息。它让我确认，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我可以用自己的节奏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这段时间我会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有人会跟我说他听完播客的收获，有人会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生活中的困惑。这些故事很像这个世界的回音，播客像一个很奇妙的入口。以前是我不断的出发抵达世界，后来因为播客，世界开始主动抵达我。有些声音发出去之后，
会经过很多人的生活，会被他们在通勤的路上，在深夜的房间里，在一个人散步的时候，在做家务的时候，被听见，被产生思考，然后他们又会把自己的故事带回来。表达并不是单向的，你以为你在讲述自己，其实也在打开一条让别人靠近的路。这种靠近本身也是利息。我很感谢那些愿意主动走向我的人。在生活里，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也很怕打扰别人。我几乎不会找别人帮忙，能做的事情我都尽量自己做。有烦恼也很少找朋友倾诉。我的被动和慢热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高冷，但好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些笨拙而热烈的人，他们会硬生生地撞开我的外壳。每一个走向的过程都是一种确认的过程，它都在确认你有你自己的独特性，而你的独特性可以吸引来看见你的人，走向你的人。聊了这么多利息，我想要说一句很诚实的话，就是人生的利息它也不是白给的。命运在后来支付利息的同时，也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拿走一些东西。人在当下的时候是很难察觉到的。年轻的时候，我会感觉我拥有一种现在越来越稀缺的能力，我把它叫做通配性，就是那种什么都能凑合，什么环境都能适应的弹性。那个时候穷一点没关系，睡得少一点没关系，住青旅没关系，坐10几个小时的车也没关系，迷路也没关系，吃得不好也没关系，好像什么环境都能适应，什么生活都能开始。我记得很多以前穷游的体验，是因为更苦，所以更难忘吗？我不知道。后来我赚了钱，我有了选择，我可以不坐早起的航班，我可以不住青旅了。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的5星级酒店都长得好像，标准的服务，标准的设施，旅行变得不会踩雷了，但也失去了很多动人的部分。我知道会有人听到这里会想说，那你就继续住青旅去啊，你就继续背包客穷游啊。但是我想说真的不一样。我后来才理解这种不一样。为什么说由奢入俭难，并不是人变得矫情那么简单，而是身体和心境它都会改变。身体的变化很直观吧，年轻的时候吃变质的食物都没事，现在稍微重油重盐一点，我吃的都难受。以前甘之如饴的一切，现在都会开始变得痛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那是谁呀？以前真的是站一夜火车去外地都没关系，我现在坐飞机经济舱我都会觉得腰好酸好累，然后时差也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调整。以前熬夜在外面玩，回来睡2-3个小时，第二天还能去上课。现在熬一次夜，我3-4天我人都是恍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从江西老家去上海旅游的时候，没有买到座位，我坐火车，我竟然是全程站过去的，就站在车厢和车厢的那个连接处，累了就坐在地上。那个时候当然很辛苦，可是当时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抱怨，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对远方的向往和憧憬压倒了一切。当然那个时候身体素质也很好，那个时候的世界也很新鲜，所有的不方便都可以被解释成体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会想，早起的飞机虽然便宜，但是我还是宁愿多花点钱，让自己从容一点。我开始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精力还有情绪也是有成本的。所以命运支付给我们的利息，有时候是勇气、判断力和经验，而它收走的可能是青春、体力，以及那种对世界毫无保留的好奇与冲动，还有那种无论在什么脏乱差的环境里都能活下去的那种野草一般的生命力。成长不是不断的获得，成长是体面的看着自己不断的失去。我的确越来越从容了，但是我也失去了一些莽撞。我的确更有判断力了，但是我也失去了一些不计后果所带来的轻盈感。我的确拥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我也失去了那种什么都可以的弹性。以前我看过一条 po 文，就是说生命最大的骗局就是用黄金期换贬值的晚年。
社会不断灌输先苦后甜的想法，让你把体能、感知、创造力最巅峰的几十年全部献祭给虚无的晚年安稳。年轻时的热爱、冲动、鲜活体验具有不可复制性，年老后再丰厚的物质也换不回黄金期的感官与灵魂自由。所以很多的人生体验真的不是说等我有钱了，等我有空了，等我职业发展和家庭都稳定了，我再去做，是一样的，绝对不一样。我现在理解命运的某种公平，就是它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年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又穷又迷茫，可是年轻的那种孤勇，那种冲动，那种可以适应很多环境，可以忍受很多不舒服，也可以很轻易的被一点点的新鲜感就点亮的那种青涩，也是很难得的，也是会渐渐消失的。当然，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会有一定的金钱的积累，我们会有一个误区，会觉得选择变多了，经济能力变好了，就会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其实不是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再也无法退回到那个可以被轻易满足，看什么都新奇，然后把穷和苦都当作生命体验的状态里。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坏事，每一个年纪都有不同的风景。有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样子的，没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是那样子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永远用20岁的身心生活，但我想说的就是某一种平衡，某一种不同人生阶段其实都有不同的风景。不要因为此刻我囊中羞涩，我就不敢站在更大的舞台，我就不敢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也是不必的。我只是觉得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获得也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好像总在用一点东西交换另一点东西。只是我会觉得它应该要带来一种提醒，就是有些体验只属于某个阶段。这些年我越来越理解一句话，什么叫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理解。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身体、冲动、好奇心和一种无所畏惧的生命力，我们当时未必知道这些东西有多珍贵，但是等到后来我们终于理解青春，我们的身体可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身体，我们的心境也不再是当年的心境。所以对青春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利息，年轻时经历，中年时理解。很多的东西不是当时不重要，只是当时的我们还没有能力知道它有多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说，永远不要只为了结果而行动，因为人的渺小有时候就在于你无法预测回报，你无法预测某一件小事可能带来的价值。人呐，再多的努力，再多的规划，可能都比不上命运的轻轻一笔。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多创造经历，创造体验，在我们生命的初期就撒下更多的种子。如果你现在还在某个可以轻易出发的年纪，如果你还有一种对这个世界强烈的好奇，那么早点出发吧。如果你还有一些看起来没那么划算，可能会亏本，但是你心里一直想去做的事，也许真的可以勇敢的行动看看。因为你不会永远拥有同一种身体，也不会永远拥有同一种勇气。很多时候利息不是在告诉我们一切都有回报，另一方面它也在提醒我们，有一些本金正在慢慢被时间取走，有一些选择也会被时间偷走。利息是很磨人的，它不会快速的回报你。有些利息之所以要等很久，是因为有些东西的成熟真的需要时机。你相不相信有些东西早点给你，你是接不住的。就像一个种子，它在土里要待得够久才能发芽。你20岁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当时可能就只是觉得它写得还不错，然后放下。10年后，当你经历了一些事，你突然想起那本书里的某一句话，直到那一刻，你才真正的读懂了它。书没有变，是你变了，你终于有了能接住它的土壤。所以不要急着问这有什么用，有些利息不是不给你，
是你还没有到能够接收它的时间。今天的最后，我想再回到夏天。人生很多重要的故事好像都发生在夏天，于是呢，为生命创造更多的故事也显得那么的美好。有些种子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人也不会知道哪一段经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向我们支付一笔漫长的利息。这大概就是人生体验最奇妙的地方，它从来不在当下就把账算清。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一段难熬的时光，如果你也会怀疑自己的付出为什么看不到回报，别急，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可能都是在往时间里面存东西。人生体验真正支付的利息，不是你最后得到了什么，而是你最终成为了谁。你今天以为自己在经历最普通的一件事，很多年以后你才会发现，那件事其实在塑造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未来的你自己。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有所收获，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夏天创造一些80岁的时候想起来都会微笑的人生体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